15世纪的黑奴有多惨？饮食匮乏，还会经常被体罚。在当时，主人杀害黑奴，甚至和杀了一只鸡那么简单。在当时，公开处决也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，犯人会被游街示众，再被处决。你还见过拍卖妻子吗？你知道以前的可口可乐含有可卡因吗？让我们来看10个当时很常见，现在看起来相当荒诞的真实事件。第10，拍卖妻子。在现代社会，离婚是个常见的社会现象，但是在古代，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在所有相关的历史记载中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302年，当时的史料提及到一名男性把妻子委托给了另一名男性。当相似的记录再次出现时，其年代已经是17世纪晚期，也就是已知最早的妻子交易记录。18世纪后期的英国，科技的快速进步也带来社会生活形态的快速变迁。在当时，妻子拍卖的习俗非常流行。当时的已婚丈夫会在公开市场拍卖妻子，拍卖当天通常会拿一个绳索套住妻子的头，就像拍卖一般商品一样，最高价的出价者将会得到这位女士。洪都拉斯的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这样的陋习。第9，黑奴交易。黑奴贸易开始于15世纪，当时欧洲殖民者把非洲的黑人贩卖到美洲充当奴隶，大量的非洲黑人来到了美洲。葡萄牙是最早进行黑奴贸易的国家，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奴贸易的国家。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1亿人口，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非洲人口总和。列强们就把他们的生命当作牲畜一样。黑奴的经受着摧残身心的环境，他们的住宿凄惨，饮食匮乏，还会经常被体罚。他们被主人买走后，还要经历如同猪狗的待遇，任由买主的宰割。在当时，杀害黑奴甚至和杀了一只鸡那么反响平静。黑奴贸易是近代世界史上最悲惨、最恐怖的一个片段。16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，上千万的黑奴跨越大西洋前往美洲大陆，黑奴被迫走到海滨，拥挤在恶臭的贩奴船里，半死不活地横渡大西洋。第8，死刑公开化。在如今看来，公开处决不仅仅是一种惩罚形式，而是一种可怕的事情。当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观看血腥的表演，在法律的支持下肆无忌惮。这样的处决一般会放在公共假日，这样的恐怖血腥的处决就这样变成了一种扭曲的狂欢节。欧洲最常见的处决方法是绞刑，这种做法非常普遍，以至于大多数城镇和村庄都建设了一些永久绞刑架，他们会先游街示众，之后处决。有时罪犯被处决后会被留在台上，任其腐烂，以警示人们不要犯罪。对于一些贵族来说，他们的处决方法是斩首，它被视为比绞刑更有尊严的死法，这是为那些地位更高的人保留的。然而，刽子手使用的刀往往很钝，经常会经过多次才能将头砍下。曾经一位伯爵夫人就被砍了10次才结束了生命。但这还没完，他们的头将被钉在木桩上，公开展示给所有人。第7，公开出售海洛因。拜耳公司是世界最为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之一，高分子、医药保健、化工以及农业是公司的4大支柱产业。但你会想到这家知名公司会出售海洛因吗？1885年，全球有效药物寥寥无几，拜耳鼓励科学家优化已有的化合物。8年后，拜耳科学家霍夫曼发明了化合物乙酰胺，人体实验后，镇痛效果好，药效长。合成阿司匹林后，霍夫曼乙酰化了吗啡，得到一种新化合物2促吗啡。人体试用2促吗啡后，效果非常理想，不止镇痛作用胜过吗啡，且能止咳，让人感觉神清气爽。1898年，拜耳优先将其推向市场，用以治疗呼吸道疾病，取名海洛因。海洛因开始以特效药的身份存在，治疗久咳不愈、心情抑郁等，甚至一度是儿童止咳药。但化学家发现，海洛因成瘾性却远胜于吗啡。第6，鼓励吸烟。
很难相信吸烟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时尚的行为，广告也在那个时代大肆宣传。香烟当时被宣传为精致、魅力和自由的终极象征。在电影、杂志和电视节目中，名人和电影明星吸烟是很常见的，甚至医生也被雇来为某些品牌代言，声称吸烟对健康有益。现在我们都知道吸烟的危害，特别是对于小孩来说更是如此。但当时香烟公司通过营销活动赚得盆满钵满，吸烟被视为一种健康的方式。过去香烟广告大多数是专门为吸引年轻人而设计的，设计的图案丰富多彩，引人注目，通常运用一些卡通人物和朗朗上口的口号吸引年轻人。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之一是骆驼香烟。但如今吸烟不再被视为一件时髦和健康的事情。第五，邮局寄小孩。当今的快递业已经非常发达了，小到同城快送到全球快递，网络十分发达。但快递也并不是什么都能送的，比如违禁物品，以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小孩。19世纪起，私人快递公司蓬勃发展，邮局包裹寄送服务的覆盖范围已经扩大到了美国的许多农村地区，这让数百万的美国人能够轻松获得各种商品和服务，满足日常生活需求。很快，一些父母试图通过快递来邮寄他们的孩子。就在邮寄包裹开通几周之后，一对俄亥俄州夫妇便将他们8个月大的儿子詹姆斯邮寄给了他住在几英里外巴达维亚的祖母。才8个月大的小詹姆斯在这次送货中只花了他父母15美分的邮费。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人们不断突破包裹邮政寄送距离的极限。1913年6月，邮政局正式下令禁止再通过邮件发送儿童。第四，理发师医生。在现代，理发师被称为托尼，他们的技能就是为顾客打理头发。但你想过，曾经的理发师是一个肩外科手术的医生吗？你在剪头发的时候，可能就会被开胸或开了头颅。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很多理发店门口旋转的红蓝白的3色柱子，就是当时理发师兼外科医师行医和理发的标志。其中，红色是动脉穴，蓝色就是静脉穴，白色是纱布。有关理发师的外科医疗，最早见于公元11世纪修道院的记录。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中，有一人身着黑色长袍，站在高处，手中拿着锯子、钳子、刀，甚至烙铁，这就是当时的理发师。从拔牙、体表肿物切除，甚至进展到取出膀胱结石等，以及最常做的放血，都是理发师的工作。第三，可口可乐的违禁物。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，但你知道以前的可口可乐里含有一种违禁物吗？没错，它就是可卡因。1885年，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药剂师约翰·彭伯顿在自家后院发明了这种饮料。彭伯顿的配方中含有古柯叶提取物形式的可卡因。彭伯顿将这种饮料描述为健脑益智饮料，并将其宣传为专利药，声称它能治疗头痛、胃部不适和疲劳，甚至是阳痿。但很快就使人们对可口可乐上瘾，最终可口可乐中的可卡因含量逐渐减少，并最终在1929年从饮料中消失。第二，偷尸体。现代的外科手术、器官移植甚至救生药物的开发方面取得的进步，都要归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，他们就是偷盗尸体者。为了进行更多的人体解剖学的实验，最大的消耗品就是人体。最初，尸体的主要来源来自被处决的罪犯，但供应无法跟上需求，因此盗尸者就开始在夜间挖掘最近埋葬的尸体，并将其出售给解剖学家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尸体的需求还是非常大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很多尸体甚至在葬礼游行中被劫持，这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，甚至一些平民也会被杀害后被充当尸体兜售。生活在15世纪的达芬奇也沉迷于解剖学，他一共解剖过30多具人体，率先提出了人的心脏有4个心室。第一，人类动物园。人类有时会去到动物园打发悠闲的时光，但你绝对没有想过，
曾经人类也被关在这些地方里供游客游览。人类动物园真实存在过。1899年，巴黎举办了史上第一个人类动物园，叫巴黎热带花园。花园分6个展览区，分别展览不同的土著。为了增加观赏性，他们把一些诱饵削尖牙齿跟大猩猩放在一起表演，让一些土著抱着猩猩假装他们是好伙伴。这样的人类动物园短时间吸引了大量的游人前来游览。巴黎人类动物园获得成功后，欧美各国也开始效仿，纽约、伦敦等大城市也相继出现了人类动物园。很多地方的人类动物园为了吸引游客，会推出很多残忍的项目，例如模仿动物的行为，模仿古猿的一些生活习性。最恐怖的是，他们甚至为了博取眼球，让在里面的人类互相残杀。幸运的是，1958年，随着最后一个人类动物园正式关闭，人类观赏人类的恶行才停止下来。这些以前最平常不过的事情，有没有惊到你？他们荒诞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